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1345发生了内战，然后我的观众就要求我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王国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发生内战。那其实1345这个王国是已经很旧很老的王国了，就连他们的数据都是停留在差不多 CD 等级的王国吧，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战力是普遍比较高一点的，但是他们的活跃能力啊，他们的科技阵亡等等呢，全部都是偏比较弱的。所以当这个王国发生内战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玩家知道这件事情啦。这里先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王国的一些关系啊，哪一些是造反的玩家，哪一些是本地的玩家等等。那首先，因为他们神庙还没有开放的关系，所以神庙依旧还是让原本占领的联盟他们所拿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变成虚线了，但是他们的主要的要塞在外面，可以看到他们剩下的旗帜全部都已经失效被打掉了。所以造反的联盟呢，就是这个叫 KPL 的联盟，然后负责造反的玩家究竟是哪一位呢？我问过了当地的玩家，2个人都给我同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叫 Alex 的玩家，并且他是已经被冠上了叛徒的头衔，因为他造反了嘛，所以他给他判上一个叛徒。然后根据相册来看呢，这个玩家似乎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玩家，因为看他这边的相册，他虽然分享的这个图片是写英文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一些内容，他这里是写阿拉伯文的。然后在下一张图片，你们可以看到他对话的内容，他的文字是向右手边的。通常阿拉伯文他们的文字是从右边开始写起的。当然这个也只是我推测啦，因为他还有好几张图片都是写英文的，所以不确定他到底是来自哪里的玩家啦。但是如果你是老外的话，没有必要无缘无故的把它转去阿拉伯文吧，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想。除了这位叫 Alex 的玩家之外，另外一个造反的玩家估计就是这位了，30 Max 13的玩家，他也是造反者之一。我们先从第一个回复我的玩家说起吧，看他讲什么东西。他这里给我的回复是说，对方 KVK 的时候不帮忙也不配合，盟友跟他们对抗了很久都累了，大部分都移民走了，他们趁我们 KVK 在战斗时入侵。但是我不是很理解，你在 KVK 战斗的时候要怎么让移民玩家进来，就是入侵你的王国呢？所以我就跟他问清楚一点啊，到底是怎样，还有反抗军的头是谁。他就说这个反抗军的头原本就是在这个王国里面的，后来移民进来是进入他们的联盟，就是反抗军刚刚的那个联盟啦 KPL， 因为他们盟里面也没有人可以跟他们对抗了，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王盟是已经被踢出去了，反而入侵者 KPL 是已经进来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KPL 的联盟啊，据说他们是找了100多个人进来反抗的。那根据这边人数来看的话，确实是有100位啦。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他这边联盟说什么东西，他是说欢迎各位，我们欢迎所有新移民的玩家来到这个王国，你在这里很安全，就只是需要待在这里，不需要参加战斗。我们不会要求你去牺牲你的部队在一场不是属于你的战争之中，我们会控制王国，我们也会欢迎你们所有的人。我们的联盟是种田联盟，然后它应该还是有另外一个联盟叫 PLN 啊，就是叫他们把农场账号放去这个联盟之类的。相反的，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玩家的王国。那他们之前是讲到他们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离开了，所以反抗能力也不是很多。再加上我刚刚给你们看对话的那个玩家呢，他就说他们是在 KVK 期间的时候，这些玩家才造反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可能在 KVK 期间已经消耗了自己的加速资源或者是精力，没有办法再回去王国再处理这个内战的事情，所以才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是专门为了这一期的影片在他们的王国之中开了一个账号，看一下他们现在 KVK 的情况好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目前还在报名阶段啦，就是讲还没有在打 KVK， 所以他们这种移民进来捣乱的事情呢，应该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应该不是才刚刚开始。
时啊，毕竟他出现这个报名的时候，应该也是 KVK 结束后几天才会出现吧，也有可能是近期上个星期才发生的，只不过现在才被玩家所发现到，也有这个可能，又或者是他们在 KVK 期间开始捣乱，现在才完全占领了整个王国之类的。我会这样猜测的原因是因为看了他们这边王国的对话，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那边吵了，并且是有要求说你们如果不想要打架的话可以加入他们的联盟 KPL， 还有一些玩家就有要求 KPL 去7号门，这里我理解的7号门应该是关卡器，需要他们去帮忙之类的，可能他们是已经拒绝了，不想要去帮忙，然后这里当地的王盟的玩家都说他们这些是农民，他们做不了什么东西。当地王盟的玩家也是有讲过，如果他们还继续待在这边，在 KVK 期间他们就会攻击 KPL 的玩家之类的。这里也是开始看到他们发动攻击的报告啊，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打谁，然后跟谁打起来之类的。 KPL 就是跟原本王盟的玩家 LD45 发生了战斗，这个时间是在星期四，也就是说上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吵起来打起来了，不是今天或者是隔2天才发生的事情而已。并且反抗军的领袖呢就有说到，如果他们没有4-5区，那些新玩家你们什么都不是。好像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呢又有一些玩家移民出去了，就如我去询问的那个玩家所说的，有不少玩家移民离开了，所以他们也很难反抗。星期五的时候还是持续战斗打他们，然后分享了不少的报告出来，但是王盟的玩家依旧还是在那边骂他们呢，讲他们是农夫，讲他们是他们眼中的免费击杀之类的，就是他们的娱乐还有他们的零食。但是反抗军的玩家这里就有说还有很多东西在等着了，我们持续到最后看结果。到了星期六这边看到的报告有点不太一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报告已经变成是攻打据点的报告，也就是旗帜的报告了。就是说在星期六的时候，其实反抗军他们是已经对王盟的旗帜发动了攻击，但是在这时王盟的玩家他们还是不以为意啊，就讲他们哭啊还是怎样，但是反抗军依旧还是讲我们就等着看，之后你们将会被赶出王国这样子的发言，就给人一种他已经蓄谋已久的计划即将要发生这样子的感觉，并且还在这个王国聊天室里面说到，如果你们想要确保自己安全的话，那就离开他们的王门 LD45， 加入他们 KPL， 这样子我就可以保护你们，我们很强大，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施舍。但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星期日的时候 LD45 的玩家就已经有发言说，讲这个玩家有病，他说你想玩就玩，打什么内战大家都会输，然后就开始骂脏话了。那其实也对啦，就是你内战呢，不管怎样都是自己王国伤的，不管是反抗军进来也好，还是在王国里面打也好，你对整体王国的发育都不好。然后从这个时刻开始呢，你们就可以看到两方人马一直不断的扎同样的信息，因为我这边其实拉了很长你们可能没有看到，就是他讲来讲去就是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要安全要怎样的话，就加入我们的联盟。然后另外一方王盟的人就讲，我们才是唯一的王盟，你们要加入我们之类等等。反抗军还有就是叫那些玩家不要参与这一次的战斗，大家都会很安全，还有欢迎你们。而且他也知道1、2、3区域的那些玩家全部都是新的玩家，所以他新移民进来的玩家呢，不是昨天才刚进来的，而是他们在星期一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移民进来了，只是他们近期才搞得比较大，把那个旗帜全部都给烧毁。那么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对话基本上就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都是同一个人，他一直不断的在扎，就是要传达那个信息给那些新移民进来的玩家，反正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觉到，其实他们爆发的点呢，很大可能真的是来自 KVK， 因为你这边可以看到，他就讲到他不会要求你牺牲你的部队在战争之中，并且他们会控制整个王国，欢迎你们所有的人。就讲可能他们在 KVK 期间呢，就被王国的人要求说，你们一定要阵亡多
少的部队啊，不要让我们战力提升到更高之类等等的。但是这些操作其实在每个王国都会发生的，都会去处理的，就是你要管理的王国不要给你的体积过于庞大，也是要玩家达到一定的 KPI 你才知道这个玩家究竟活不活跃，否则这个玩家就会影响到你们 KVK 匹配之类的。这里下面的对话基本上就是复制粘贴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跳过，因为你们就算点开来看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而且来来去去也就是只有那3个人一直在复制粘贴而已。LD45 的玩家也是有说，那 KPL 的玩家他们就是肥羊不打 KVK， 而且因为他们战力过高拖累了王国。王盟的玩家已经提议过叫他们移民离开，已经不少于100次了，一直叫他们走，但是这种捣乱的玩家他们都是赶不走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啊。但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 LD45 那边突然有人跳出来说停战吧，和平吧，驱逐是没有用的，大家只想安安静静的玩，没有必要互相指责。但是 KPL 还是说自己的话，就讲到LD45 他们什么东西也做不到啊，叫 LD45 快点放弃投降吧。只是 LD45 这边的回复说要停止争吵，准备下一次的 KVK 报名已经跳出来了，所以他们准备下一次的报名。但是 KPL 这边坚持说我们没有战斗，我们不会报名那个 KVK， 你们也不需要在 KVK 中牺牲你们的部队等等这些对话。但是从这边 LD45 的反应来看的话，确实王盟他们是已经投降，已经不再反抗了。因为原本我是想着说 KPL 是不是他们单方面的说王盟已经投降了，但是根据这边的回复来讲，投降并非坏事，而是开启更好关系的起点。看来的话应该就是结束内战了。然后这个 KPL 的 Alex 也是挺坏的，他们是因为无能为力才投降的，2天后我们搞定了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们那个内战其实持续了2天时间啊，只是现在才给大家发现到而已。但是又看到另外一个玩家的回复是说 Alex 提议和平解决一切，而不是 LD45 这边先说要和平的到底谁讲的是真谁讲的是假的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位玩家说到我想要讲的东西啊，这个 KPL 到底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是讲当王国，还是要只是烧这些玩家的城市而已？因为我也是感觉说双方都是输家，不管怎样，对于王国来说都是很糟糕的。那剩下的对话只是看到 KPL 的反抗军的领袖，他一直在鬼打墙，一直讲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了。他就是不断的在发送报告，一直复制粘贴而已，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啊。我们回去看一下玩家所讲的东西。那这里就解释到这2位玩家原本就是当地的玩家，他们联盟里面还有一些玩家也是从他们这个 LD45 的联盟跳过去的。那我就询问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就说他们好几次 KVK 都不打国王，请他们离开或者是降战力，他们可能是觉得不公平吧，所以就造反抗了起来。另外一个回复我的玩家叫 Hundred， 可是他这边给我的答复有点不太一样，他就说有些玩家违反了 MGE 的规则，他们的内定，国王把他们给赶走了。 KVK 结束之后，他们反叛并且攻击了他们，他们的国王离开了，有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游戏，再也没有回来，活跃度很低，大概就是这样子。他是解释完了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两边都是对的，不管是汉德讲的也好，还是刚刚汤姆讲的东西也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子突然爆发，不是1-2件事情所造成的，应该是累积了很多的事情才开始反抗啊，开始吵起来之类的。那影片的最后再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总结吧，我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苦衷存在吧。那可能有一些玩家就是觉得说，我只是玩个游戏而已，为什么你要求我去阵亡我的部队，要求我去打仗什么之类的，你没有权利要求我。但是以王国管理层的层面去想的话，他会觉得说，你如果不去打仗，你不去牺牲你的部队，你会影响到我们的王国匹配，你就会变成高战农夫。所以没有讲谁对谁错，只是大
家玩游戏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些真的不想要打仗的玩家，其实他们可能会更加适合那种种田的王国，是真的不打 KVK 的那一种。那他们要管理这个王国，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他们都是王国的管理层嘛，所以他们有权利要求他们的玩家要做什么东西，但是也是要接受这些反抗军会去打他们呐，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且我还是那一句话啦，其实做管理层真的不简单啊，是真的有很多压力，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我也不能说 LD45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有管理好王国之后，其他的玩家才有机会去打更轻松的 KVK， 不需要打跟他们差距特别大的王国，也可以保证大家都有机会获得奖励之类等等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不过当然的，因为我不是当地的玩家，所以今天的影片或许有一些地方我是有说错有遗漏的话，如果你是当地玩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